我呀是这么想的，我想建立一个教育基金，这个基金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乐乐上一些什么兴趣班啊、辅导班啊，去冬令营、夏令营长长见识。没准儿咱还能培养出一毕加索呢。跟你说正经的呢，那京航二小开学以后啊，如果教育水平跟名校相差太远的话，我自己在家里面教乐乐。那你可悠着点儿。我听说不少当爹的为了陪孩子写作业，心脏病都气出来了。没问题，我有个招。我打算开发一个学习软件，小程序，就是合理安排乐乐的每天的晚上的学习生活的。放学回来吃饭限定在20分钟之内，啊，上厕所5分钟，预习半个小时，写作业1个小时，背那个英文课文啊半个小时，还有什么看看这个美术作品啊，听听音乐啊半个小时，哎，洗漱15分钟，上床睡觉。时间一到，小程序就会发出 BOSS 通关时候的哔哔哔哔哔的声音。乐乐最爱玩游戏了，我跟你说，肯定感兴趣。完美，是吧？嗯。我发现啊，我就这个人太钻牛角尖儿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就只要我们用心，就没有培养不出的孩子。那你得赶紧锻炼身体。我呢，多吃点红枣仁参、雪蛤油什么的补补。啥意思啊？抓紧时间生2宝啊！智商必须160以上，让他来执行你的完美规划。求你放过乐乐吧。媳妇儿，你啥意思？你这全盘否定我呀？20年前，咱们就已经接受了咱们的父母是普通人，现在我们也基本认清了，我们也是普通人。我觉得最应该突破的一个关口就是接受咱们的儿子同样是普通人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乐乐还不到6岁呢，身上还有很多潜力需要我们去挖掘呢。你不能因为乐乐考不上这私立，你就提前放弃他啊！不是放弃，是放过，放过儿子，也放过我们自己。他没考上，其实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现在心里已经非常难受了，我不能再拔苗助长。现在就应该趁着他不懂事儿，让他快快乐乐地度过他自己的童年。睡觉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是怕乐乐长大以后埋怨我们，做父母的一点规划都不给这孩子做呀，太不负责任了。我写半天了，你好歹看一眼啊！叶一凡，有这闲工夫，你就把衣服洗了吧，卧室里一大堆呢。你妈不在屋里，我不方便进去。那这么的，我把我那规划再润色，再给你看一眼啊。不是。哎，媳妇儿，你不要生2胎吗？我现在有时间啊。又忽悠啊！家里洗澡啊。喂，吴总，我到了。啊，好。这个还是要听你讲一遍。好，李总。吴总，来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，没来得及给您汇报工作。汇不汇报的不重要，我看的是成绩。筑巢的反响这么好，你不汇报我也知道。我指的是独入江湖，没给您汇报。啊，小山的报告书我看到了，进展的不错。哎，你公公最近怎么样了？出院了，恢复的挺好，谢谢。有件事呢，公司很快就会宣布，我先给你提个醒。我呢要离职了。什么？别激动，总公司调我过去当副总，准确的说是升职。啊，那是好事儿，恭喜您。嗨，好什么呀？对我来说，在哪儿都一样，都是干活呗。现在的问题是我的继任人选。上哪儿找像您这么好的领导啊？我这马屁是不是拍得过于直白了？有点。但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您看您，无限支持，拍板果断，还不甘于创作。哎，你自己呢？我啊，公司让我推荐人选，我提的是你。别推荐我呀！我不行，我干不了。您赶紧跟公司撤回推荐吧，
我真干不了。哎，你先坐下，坐下。你这对自己评价就这么低呀？倒也不是，我呢，基本上是个人才，但只限于创意方面。您要是真想提拔我，你给我个总策划什么的，我肯定能胜任。但是管理我真的不在行。你不是正在读商学院吗？这都可以慢慢的补足短板。不是一天两天能补得上的呀。有些事情没办法等你准备好了再开始，大多数人都是被赶鸭子上架，啊，在过程中学呗。我不瞒你说，我刚到这公司的时候，我连什么是纪录片我都不知道。这样，你回去啊考虑一下，职场机会稍纵即逝。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，你也不算小了。如果你一直趴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不肯走出来的话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。还有，我再透露个消息给你：总公司参与建的集资房，每个分公司的负责人都可以有一个名额，而且公司有补贴。以你家的情况，买个31厅没问题。真的啊？考虑一下，3天之内给我答复，接不接这个棒？行。接呀，为什么不接啊？这不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呢？激动什么呀？我说我这左眼皮子跳了1天了，合着好事儿啊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，这吴总这人真不错啊，有魄力，有才华，有想法。媳妇儿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可要把握住了。升职加薪当然是好事儿，可是你也不想想吕姐会怎么想？不，她怎么想？领导定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又没溜须拍马，又没潜规则，啊，天生有才还有罪了。媳妇儿，实力已经不允许我们再低调下去了。管理公司和做策划案可不一样，我所有项目都是跟吕姐一起做的，当然，创意、做文案都是我。可是，拉钱、制片、发行、张罗，这里里外外可都是吕姐。那筑巢不是你一个人主导的吗？不没他不也办成了？那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，资金都给你找好了，制作团队也给你配好了。其实我做的还是原来那些事儿。你跟别人啊能配合好，就顺便离开他一样能活。这话说的倒没错，没他我确实能活，但是与他为敌就不一样了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都是他带着我，还有他平时那性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多强势啊！我跟他平起平坐，可能他还能勉强同意、勉强接受。这，我都当他领导了，你觉得他能受得了吗？再说了，公司大部分人都是做他的项目带起来的。那你要这么说，你上那商学院就已经把他得罪了。那独步江湖的时候，他不一样回来屁颠屁颠找你合作吗？这说明什么呀？只要你个人够强大，他会慢慢转变的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你不能因为感恩自己把自己拍在沙滩上等死啊！问题是，我都没准备。媳妇儿，没时间准备了啊，把握机会吧。将军不是学校教出来的，在战斗中成长吧，啊！吕总，哎，你在啊？忙什么呢？没有，就是一些宣发的资料，都是草稿，还没来得及跟你们碰呢。找吕总什么事儿？明天独步江湖碰头会时间能敲定吗？佳柔姐下午3点钟有个采访，最好1点钟能准时开始。应该可以，我一会儿跟静姐确认一下。好，还有导演合同，你也催他，吕总。这领导时间那么紧，再不签，别人就不等了。哦，行，一会儿我跟静姐说一声。行，那你确认好时间告诉我，我提前订会议室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走了，一会儿见。这宣发鬼鬼祟祟，没钱了吧？我的傻媳妇儿啊，你可愁死我了！那升职加薪那是多少人的终极梦想啊！你这全实现了，你还在这愁？你到时候你别膨胀了，把我给换了。
还有件事儿，吴总说我们公司有个集资房叫银陵新城，价格比市场价优惠不少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咱们家要是换个30一厅，应该是够了。但前提是，我必须得先成为分公司的负责人，才有可能给我一个名额。不是，等等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憋到现在你才告诉我呀？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做这个接班人。这不是能不能力的事儿，傻媳妇儿，这是房子，这是我们家大房子，这是。我觉得我没有能力。来，那个老板上酒。好嘞。哎，我大媳妇真出息了啊，真厉害呀！哎，那个再来2个大腰子给我啊。好嘞。今天必须得喝点儿。那我也喝2口。你不能喝，你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，你喝这个，这养胃啊。你看，掉脸子。哎，那地段怎么样？我没问啊。不会差吧？都给领导留着，能差吗？哎，那吴总是不是自己给留一套啊？我哪知？不是，我还都没想好呢，你别这还想什么呢，媳妇儿啊你啊！你这一孕傻3年，你这没孕上你怎么就犯傻呀？你这个，这不对呀！乐乐都多大了，你这没聪明过呀？怎么就来？多吃点啊！哎，那谁能想到啊？你说好事全跑我们家来了。你可真行，媳妇儿，人家都削尖脑袋往上冲了大好事儿，你还冷静思考思考啊，适不适合？在我心里啊，我媳妇儿当董事长都适合。有点声。可你说吕静毕竟是我师傅呀。媳妇儿，你要为了吕静那就算了，他谁呀他？他重要吗？我还不知道你。你就是一听到房子你就来劲，你就兴奋。那我肯定兴奋啊，那正常人都兴奋，啊，当然了，这房子呢也不能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，咱不能因为一房子把工作热情跟兴趣都给整没了，那不值当，啊。做纪录片是我最喜欢的事情，如果上到那个位置能有更高的自由度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试试。那不正好吗？一举两得了，啊，媳妇儿，你就做决定啊，老公就配合，坚决做好何总的贤内助，肯定把何总伺候的收手。干嘛呀？庆祝庆祝！哎呀妈，没睡呢。几点了，猫头鹰啊？哎呦，这你俩干啥呢？这大半夜，妈，我们俩庆祝庆祝。庆祝啥呀？中了100万呐？妈，100万算什么呀？能买套房吗？那咋的？领导给你升职了，加薪了？不是我啊，是你闺女，佳茹。佳茹现在……哎，你吐出来了！今天喝多了，我什么都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干嘛呀？别跟他们说房子的事儿。不，这不喜事儿吗？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这就是吴总的一个内部推荐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你现在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是抱有希望，那万一不成，不就又坐一次过山车吗？那吴总不就推荐你一个人吗？等你纪录片上线的时候，那就水到渠成，手拿把掐了。那也得等上线啊。还有，房子1天不过户就不算数，别在外面胡咧咧。好，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媳妇儿，我这次有强烈的预感，肯定不是坐过山车。这次一定是神舟飞船，我跟你说，就一飞冲天了。拉倒吧你！媳妇儿，行，庆祝庆祝啊！起床了，该上班了，快点，快！几点了？爸妈呢？妈去买油条了，爸还没起呢，你赶紧抓紧时间洗漱去啊！哎，你不会又熬夜了吧？
你是不是有点兴奋过头啊？我告诉你了啊，这事儿没撂听之前谁都不许说。知道，吴总没把大印交给你之前，谁都不说。哎，你别走，你看，哎，我昨天晚上我查了一下咱们那个新家的那个户型图，布局特别合理，就卧室小了点但房间够多。行。还有，你看，我看那地图，你看啊，我查完地图发现，从我们新家到你公司就30分钟路程。我送完你以后，我走大4环，绕开拥堵路面，不到30分钟我也到了。更觉得是那个乐乐的学校，你看，从新家这个东门到他们学校，5分钟路程。而且学校跟东门在同一侧，那马路都不用过，特安全。你疯了吧，叶一发？事儿8字没一撇呢，你这个都查？怎么没一撇了？我上那业主群去看了，那房子都盖一半了。你的洗漱时间只剩一半了，你还得伺候8起床呢。我知道。哎呦，爸，吃点鸡蛋啊。来啦，豆浆来啦。放这儿。昨晚你俩干啥去了？来，爸，我们俩蹦迪去了。蹦迪？不那个纪念日吗？结婚纪念日啊？不是8月份吗？不是啊，那个认识啊，就是那个表白纪念日。不管啥纪念日，都别喝那么多酒了，喝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知道了啊，不喝了。少喝酒，难受，吐。啊，行吧，我看着他，不让他喝。小40的人了还蹦迪，越活越不靠谱。怎么着？小韩，于姐什么时候到？我刚给他打电话了，他没接。我给他打一个。怎么挂了？姐，要不然我们先讨论一下剧本调整部分，主创团队和宣发部分，等李总来再说。3点采访开始。行吧。会议结束之后，把总导演的合同敲定发过去，否则领导到时候的档期又拿不到。明白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开会，现在讨论一下《独舞江湖》剧本的修改方案，好吗？这你也太客气了，其实我这还真没帮着什么忙，是你这方案打动了领导。来，小吕啊，我先祝贺你。好，大家对这个剧本的修改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好。吕姐还没消息吗？没有。行，先散会吧，回头定好了时间再召集大家过来。进。吴总。今天开会吕静没来对吧？啊，我把会议推迟了，在等他回话。不用了，他退出独舞江湖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儿了，他家里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他向总公司提交了一个新的策划案。来，文草武林。
这不就是《独舞江湖》的复刻版吗？他说是升级版，总公司管这个叫姊妹篇。总公司？什么意思啊？总公司通过了，原有的2000万的投资，2个项目各一半。总公司怎么可以这么做呀？这是剽窃，是抄袭，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公司的内部。他不但抄袭了我所有的创意，还要平分我的预算。总公司怎么可以这么黑白不分呢？他说你做的是毒药，他做的是解药。他把独舞江湖的所有班底平移到了本草武林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有一笔200万的低成本资金，不要求保底回收，不参与分红，只要求挂出品方。他们赌这个片子一定会大火，看重的是公司品牌的提升效果。当然了，这对公司来说，相当于是提前分散了风险，而且达到预期的播出效果后，这笔钱会转成宣传费，直接变成公司的收入。上面无法拒绝。正义在利益面前真的是一文不值。你干嘛去啊？去善后，跟团队的人解释，这苦水是咽进去还是吐出来。哎，你等等。我的接班人选呢，现在董事长最满意的，还是倾向于你。您的接班人选，现在应该是2个吧？不重要，可以这么说，吕静现在虽然占得先机，但他始终只是一个商务人才，他并不善于创作。拿走一个核心概念，只是创作的第一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自己组局，独立完成《独舞江湖》的制作。只要能够保证同期上线，到时候让项目本身说话，而我会一直支持你。来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嗨，这不为了着急见你吗？你打电话那会儿，我在客服正看房呢。哎呀，这菜和酒都点好了，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想我了啊？少臭美。是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。哟，是香奈儿打了5折，还是圣罗兰出新品了？吕静向我们老大宣战了。宣战了？打起来了？我们是文化产业，跟你们低端服务业不一样，好吗？话干嘛说这么难听啊？职业无贵贱。那都是为人民服务，不要分出3六9等，好不好？好，吕静这次真的很过分，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仿佛就看到这机遇的大门向我敞开了。你老大升职了，你说机遇的大门冲你敞开了，这还行。你老大都跟别人打起来了，你这机遇从哪来的呀？我老大升职，我也就是从部门经理助理变成了总经理助理。他和吕静合作的越好，我越没机会。那就不一样了，独舞江湖需要我们自己组局码盘子，佳茹姐根本不擅长这个。我摆脱吕静的压制，就可以成为一名独立制片人啦。为我干杯吧！恭喜你，江大制片人。干，跟他干，不能当逃兵啊，何家茹，否则我瞧不起你。我还能往哪儿逃啊？吕姐已经把门窗钉死，逼上灶台了。问题是我们俩在这斗得你死我活，可是以后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还怎么共事啊？不，都这时候你还想什么呢？啊，是他先撕破的脸，行吗？何家茹，我跟你打赌啊，这次你们俩只能留一个 ，PK 结束，要么你走，要么他走。你们还想在一个屋檐下共事，你们领导都不会答应的。甜甜说的没错，哪个领导没事干，天天给下属拉架啊？当他决定让你们 PK 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结局了。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你们2个不可能共存。要不我跟吕静商量商量，我把总经理让给他，他把购房名额让给我，反正他们家都已经有那么大房子了，这是不是2全其美啊？你想什么呢？那套房子600、700万，你们才付多少？加上公司给你的补贴，1半都不到，省下的钱够多少人奋斗一辈子了？那我们给他补上100-200万。那也比直接买房的便宜，也比到处找投资容易。我们以后还能和平共处。醒醒吧，媳妇儿，你们2个回不去了。事情闹到这种地步，已经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问题了，这事关到你的个人尊严。
你的职业生涯和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风评和发展空间。现在就算吕静把这套房子白送给你都不行，知道吗？不能让他看扁了。这1000万不用开机前马上都打到吧？能不能分期分批？至少500、600万，先保证开机，后期的钱还有时间和空间慢慢找。哎呀，问题是人家那边都已经万事俱备了，我这儿呢一切归零，重新开始。他那边还有1个月才能开机呢，知道？不是，咱们把各个部门先筹备起来，钱一到立刻启动，赶得上。哪儿那么容易啊？这有好多项目都是万事俱备，只差钱。事在人为嘛，咱就拿出1个月，跟他拼了，是吧？实在不行，咱也不遗憾。要不我给你问问我那妈妈群呗，那帮女人都有钱，好多家里都开上市公司的。算了啊，你别问。怎么了？你缺钱，他们找项目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我们这个行业风险高，你就别动用你那些关系了。家长们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孩子挺好的，不要谈钱。这些规矩可真多，跟家人不能谈钱，跟家长不能谈钱啊，跟那个同事也不能谈钱。那怎么着？应战还是不应战啊？应战。乐乐投胎到我们家里，不是因为我怂吧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媳妇儿，我看好你啊。哎，刚进来那是咱引领新城的南门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就是咱乐乐的学校。这条路啊，将来会拓宽的，拓到老宽了啊。对，还有后面那个 shopping mall， 等咱搬进来的时候也该开业了，爸妈以后买菜就方便了。里面还有个大滑冰场，乐乐指定高兴。还有你看啊，这2、3、4、5栋都有咱要的那户型，你看还不沿街，晚上没噪音。你怎么那么丧啊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上位。当经理。得嘞，上车吧，何大总经理。这么多的业内大咖，我就不信我们筹不到1000万。不是这些人，我最多就是加了个微信，都没联系过。那点赞呢？点赞也没有吗？就见过1次面，人都不记得我是谁了，我给人点赞，好像抱人大腿似的。腿长这么粗就是给人抱的呀。那拼死拼活的熬成人上人，没人捧场，多寂寞。这些人才不会寂寞呢，抱他们大腿的人多了。也是。现在吕总正抱着这群人的大腿荡秋千呢，咱们还得在这苦哈哈的想着去哪儿化缘。这些不行不行，这些人不行。你干嘛姐？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跟吕姐一起认识的，就算是我先认识的，最后都跟吕姐走得近。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状况。姐，可是我们现在需要钱。不行，这些不行，想想别的办法。我们只有1个月了，佳璐姐，你醒醒吧！哎呀，就没有别的圈子吗？那我想到一个全新的路径，就是你商学院的同学，全新的朋友圈，跟吕总绝对不会有重合。就上次云南接待我们那个宋总，不是搞什么房地产家大业大的，那肯定没问题啊。总，姐，我试试。Just a year ago, we were groaning over the dismal Christmas we expect to have. Do you remember? It's been quite a good year, said Meg, thinking about Mr. Brooke. 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来，甜甜来了，谢谢。儿包给我亲爱的姐
姐妹们，下面我宣布，我们玉清妈妈读书会成立1周年啦！生日快乐，周年快乐！来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，好大蛋糕！谢谢甜甜，客气。哇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对不起，哎呀，我出门太着急，给拿错了。我今天一共做了2个，这个是送给我闺蜜的，庆祝她刚上线的那个纪录片，播放量突破2亿。那个纪录片是你朋友做的？是啊，你看过啊？我们家老大看的时候，我扫了几眼，孩子反馈挺不错的呢。真的吗？那是我闺蜜，她真的特别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入行10几年，做的片子反馈普遍都不错，在豆瓣评分就没低过7分的。怎么办呀？你这蛋糕？哎呀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都拿过来了，就吃这个。今天呢，就当这是她的庆功宴分会场，我们替她吃了。回家以后我重新再做一个。没事，来，别扫兴，切蛋糕。来，1周年快乐！哇，天哪，甜甜，你这蛋糕做的也太好吃了吧？对呀，文看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开个店，然后我们都去你那儿办 VIP，没问题吧？为什么 VIP？咱们一起入股，又赚吃又赚钱，甜甜行不行？这真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没那做生意的头脑。你们要这样投资，我给你们推荐个项目呗。什么项目啊？投资纪录片啊？纪录片？哎，就我闺蜜，她们下一个项目马上就要开机了，现在还有1000万的份额可以投。咱们那基金会的项目不是马上到期了吗？一起入股呗。哎，你确定纪录片这个东西有人看吗？当然了，亲爱的，点击率2个亿呢。再说了，这个影视圈的水很深的，咱们这个投资规模肯定不行。哎呀，不一样，纪录片跟那个电影啊、电视剧都不一样，投资没那么大。哎，尤诺妈妈，你老公到底给你留了多少钱？你都敢杀进影视圈了？对啊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？关键是啊，我闺蜜这人特别靠谱，她做的项目呢，虽然说没有大赚，但是绝对没有赔过，这我敢保证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下次我管她拿点详细的资料，你们多看看，多了解了解再说嘛。别那么快下定论，真的行。考虑。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说，伟大的事业就像伟大的战争，一旦做出了牺牲，还要进一步做出牺牲。那些伸出手曾经帮助过一次的人，产生一个习惯，在你未来的道路上，他们必须照看。人们往往会再次来坚挺过去的东西，只有收回的账目，才能积累资产。要使你自己成为他人账册上的资产。别说啊，你送的那个蛋糕真好吃，是吧？你要喜欢吃，跟我说，我下次做了给你送过去。啊，那我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上课呢吧？你几点下课呀？就你那个纪录片啊，有没有什么宣传的资料啊？比如说，带着那个投资收益分析的这种，就别太专业，家庭主妇能看懂就行。田女士，哎，你下来，田女士，田女士，你起开！你配合我们！你放开我！哎，你配合我们！干什么你？你放开我！伤了你！伤我！你敢？你试试！这车已经抵押给胡先生了，给谁抵押了？今天我们工作。你放开我！再拉着我不喊人了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救命！非礼呀！非礼有没有人？我们 stop， 放开他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哎，帅哥，追报警！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们不是坏人。别听他们说，他们就是坏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车，我的车，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想抢我的车。是他欠我们的债，这辆车已经抵押给我们。我没有欠债，不是抵押，你懂吗 ？mortgage。对，他现在是把抵押的车给开走了。你别听他说，根本就没有抵押这回事儿，没有，这是我的车，我这是有抵押文件的。扣款例子。哎，别打！我是律师，我有证件。他不是，我这有全部的法律文件。算了，这是专业的法律文件，给你你也看不懂。行了，
我们也别浪费警力了，我们走正常的法律程序。放开，走，站住！干嘛着急走啊？我一说要报警就心虚了是吧？想要走法律程序，没问题啊，走就走。我也是有律师的。你们去告诉田东，他欠的债我不承认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只要一天不跟我离婚，这个车就是我的，你们休想再把它拿走。想要走法律程序没问题，我陪你们走到天荒地老。那我们就法庭见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儿，谢谢你啊。不影响。哎呦，手破了，要不我帮你包一下？哦，别误会，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，去办公室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哦，那谢谢你了。不影响。地买了撂荒3年，就是为了修复土壤，种的那个苜蓿啊，纯有机食品，奶牛的待遇啊比人还高。要不是公司资金链断裂，还舍不得卖呢。那这么着，下星期抽个时间考察一下。行的，签了。玉哥，那个云南的文化小镇，你感不感兴趣？感兴趣啊！别看他现在不挣钱，但是呢，财务状况上升通道，我觉得用不了2年就能持平威力。那咱们就顺便一起看了。对，我有个提议，如果以后有好的项目，咱们要及时分享。我发现这咱们班的学生呢，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。我有一哥们儿啊，是影视圈的，他要拍一部禁毒题材的电视剧。怎么样？好题材啊！现在呢，份额还有5000万，怎么样？各位同学，不知道大家对纪录片感不感兴趣啊？我手上呢有一个项目，将来一定会像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一样成为爆款。我们同事私底下都开玩笑，管它叫“舌尖上的毒药”。当然，它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，叫《毒物江湖》。这个还可以。这名字有意思。好。是这样，我们呢现在开放了1000万的投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？我投100万，200万，250， 300万，我500万，都别争了，我全包了。笑什么呢？妈，我在想工作上的一些事情。这么开心啊！哎呦，我看了你的朋友圈，祝韶反响很不错。你后面什么打算？想干什么？宋总是这样，我有一个新的项目，就是再过半个多月就开机了。宋总，来我们这边坐吧。老宋，你们先坐啊！你们先坐。来，这边，加入同学，到我们那边坐吧，大家一起热闹。哎呀，你们就别客气了。来吧。要么我们过去坐。来，加入同学，让地儿，来吧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？Lino Esposito。Lino Esposito。意大利人是吧？对，我家住西西里岛，教父的老家。然后我爸爸在岛上开着一家本地餐厅，在西西里岛最美的 San Vito lo Capo 海滩边上。哇，这听起来也太棒了吧！OK， 谢谢。不用谢。啊，那个你认识 Yuno 吗？我才刚入住了半个月。你是说1B班的那个小男孩 Uno 天？对。哎，他怎么样啊？他上课听话吗 ？Full of energy， 充满创造力。我非常喜欢他的想象力。哦，真的？他是我儿子。如果我不是在这里遇见你，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你看起来只有18岁啊！真的。哎呀，你们外国人真的太会说话了。哎呀，这些这么多
都是孩子们的作品吧？是的。画的可真好哎！哦，你也喜欢这个啊？这是我做的，是我设计的。原来是你啊！ I want to fly. 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吃饭了吗？我不饿。你别吓唬我，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听你嘴里说出“不饿”这两个字儿。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，发型还跟去年一样，把梦揉碎敲塞给甲方，终究没派上用场。享受的快递总在路上，秋天又在了，心情一整箱，窗外人浪像片海洋，还能不能迎头赶上？时间的手拉着少年郎，不再是来时的匹马单枪。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，回忆不会比生命更漫长。好吃的饭在餐桌上，光在窗台上，日子过得漂亮。喝一碗热汤，烦恼都化为过场，幸福会到访。我想去城市的灯火昏黄，要请你跳一曲素律所往。后半夜的风有些微凉，我们的手不能放，好多话还没有讲。想去时间的尽头回望，看看最后的我们会怎样。后半夜的风有些微凉，我们的手不能放，做彼此的避风。